大家好，我是陈君伟。那么这一期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最靠近中国的和中国有着历史渊源的一个国家，东南亚国家越南。越南的话，在历史上曾经也是属于中国早期的一部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广西、广东还有越南，当时的话就被统一了，就是划归为叫做一个胶州。现在如果你要是到了越南，你会发现在越南很多的建筑物、很多的文化，或者说很多人的性格，他的行为模式、他的性格各种特征，文化跟中国非常的接近。你会看到大量的古庙那个佛教的古庙。现在那个越南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也是早期的话也有是属于大乘教的佛教。越南是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开始独立的，那么在秦朝的时候开始被统一，然后历经了那个汉朝，也就是说它基本上也就已经完成继承了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商鞅的这个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商鞅育民武术的类似这样人格化被他定型以后，再加上那个通过汉代嘛，汉代的话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它其实文化基因里面还是有这个商儒教的这个基因。所以的话，你看他会奖励这种扩展疆土的时候，他会给奖励然后所以你看越南的整个历史，包括它的国土的面积也是跟中国大陆一样，也是扩张的很快。同时的话，它文化基因里面也是有一点点这个跟中国一样的基因。所以你到那边的话，除了你能看到就是你跟越南人平时的交往，你会看到他的很多生活习惯、很多行为模式非常接近中国。同时，它还有保留了大量的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建筑物是吧？有的时候你跑到一个城市里面去你会看到很多的早期的这些古建筑，还有看到很多大量的这种由汉字写的各种各样的寺庙，还有一些民宅也有一些民宅，还有一些那个神那宗教那些神那神庙等等，都依然还是中文的，所以保留得很好。这边的话，越南这里有好多的一些宗教一些寺庙你看，还有一些社区还是用中文写的，还是继续用中文写。看这里，这个还是中文写的，但是我刚才跟那个社区里面坐在那边喝茶的聊天的话，其实他们都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华侨，我说中文他们也听不懂。但是以前的话，就是中国的文化可能对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的话，影响还是很深远的。很多的寺庙很多的社区都用中文写的。但是你有时候你到越南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是不是他这里就是那个他们这些人就是我们中国的华人的后裔当然中国很多华人后裔也有在这，但是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以前早期越南就是使用中文的那他整整被中国那个，他现在越南的教科书上，我们说他独立出来，但越南的教科书上现在他说是被中国殖民了1000来年他的历史教科书上是这样写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现在越南有的时候扩张领土，或者有的时候在意识形态上要对抗那个北面的这个大帝国就是中华帝国。那么有的时候他为了在意识形态上做宣传，他也会在教科书上使用这种被殖民，然后激发人家的这个爱国热情有的时候就是需要
跟中国在领土上有纷争的时候，他会挑动这个方法啊，然后作为民众的激发人家民众的这个爱国热情哈，跟中国的是一样的教化方法。那么你到那里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虽然很多的寺庙或者是很多的一些早期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物，你看过去是中文的，然后你以为他们是不是华人的后裔，其实跟这个并没太大关系，因为他们很多人你去问他们也不懂中文啊，是吧？他只是因为一直在早期在延续的就在使用中文啊作为他们的国家语言，然后到后续以后就是在晚清以后，然后中法战争，然后就那个战败以后，就是原来越南是属于中国的那个藩属国嘛，那就割让给那个法国啊，就变成法国殖民地，然后就后续的话，它有自己的语言，然后就改良了，然后现在的话就越南国家的语言很像这种跟法国的语言很接近哈，就是这么一回事。它是历史的语言，我不是说华侨留下来的，是华侨的后裔，所以他们那种房子，而是早期它曾经是中国的那个早期是中国的一部分嘛，那后来就是在五代十国以后，然后分离出来以后，然后它在文化上，因为到后续还有很多这个，在名义上还是那个属于中国的那个藩属国嘛，它还是属于中国的这个要向中国朝贡的这个藩属国，一直到清朝嘛，是吧？那中法战争的时候，作为中国的这个藩属国，它必须在清政府的时候，它也有这个权利来保护自己的那个进贡的藩属国嘛，所以它也跟法国打过战争，但是只是那个清朝那个时候已经没落了，根本就不是对手，所以很快战败以后就确定了，就越南就变成了这个法国的殖民地的一部分。法国的殖民地除了越南，还有一部分叫老挝，也是属于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开始建国以后，然后往这南边，越南的早期的这个胡志明也像中国这种早期，因为在获得资金的支持，然后的话，他也是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然后现在也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老挝也是如此啊。原来这两个国家都是属于法国殖民地的国家，然后在日本战败以后，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以后呢，然后就各自独立，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法国在越南差不多殖民了有将近80来年左右的时间吧。那随着后期的话，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然后日本也开始侵占越南，然后法国的话，在二战期间也基本上本身也没有太大的实力能够掌控得了那个海外的殖民地了，所以在法属的一些殖民地，其实在二战以后，西方的很多殖民地，其实在二战以后，亚洲很多国家也就基本上也就都独立了嘛，是吧？所以越南也是一样的。那现在你如果到了越南，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越南的还是继承的很多像类似于这种法国的一些建筑物啊，那个建筑风格啊，非常像法式的这种风格，还有继承的，比如说像法国的，还有一些喜欢喝红酒啊、鲜花呀等等这些法国的那个法式的面包啊里面还有什么三明治啊等等类似于这种法式的这种生活习惯还继承了下来。当然生活也是一样的，也是比较悠闲，是吧？你看到街口啊、档口到处都是很多人休闲的地方，坐下来喝杯咖啡呀，然后很松散的一个生活状态很像那个西方式的一种生活状态。其实包括你到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是如此就没有像中国那样大家日子一天到晚过得那么的紧张，再加上现在目前中国还有那种城管动不动把你桌子整个翻掉，然后见人就打，那根本没有然后另外一个，如果你从大陆如果刚刚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互联网也是自由的。还有你到了越南以后，你会发现就是
越南我接触到人之中哈，除了当然还有会说中文的，其实也蛮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会说英语，特别年轻人哈，会说英语的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有时候偶尔碰到人，几个人中总有一个还会自然而然的能用英语交流的人啊。就这个状况，我一再在强调说，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记住语言英语，你不要把它当成看成是西方人在使用英语，不是的。世界上需要一种国际的语言，对不对？早期需要刚刚开始也尝试着推广所谓的国际语，但是并没有流行起来，因为语言当然跟那个文化或者国家的这个综合实力啦，哈，那个综合影响力，有关系。那你如果就是西方国家在开始就是科学革命啦，然后大航海时期啊等等文化等综合上的影响力，所以它现在目前的话，这个英语已经基本上已经就是事实中就是那个国际语言了。那么其他的语言，如果你要是没有机会成为国际语言，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全球化、在一体化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办法？如果你没有办法成为国际的语言的话，你就自然而然的就边缘化，你不可能成为那个世界上的最大的一个语系，使用的人也没有那么多。而你如果有一天想要跟人家交流的话，也不可能作为主流的国际语言。所以现在目前英语是事实中的国际语言，所以你有必要去学一些啊。至少你走出国外，或者说哪怕你在国内，你也想要做事情要交流的话，也必须要会英语啊。所以在越南的话，会英语的人，我个人接触的或者说我个人感受的话，就是英语都说的挺好的。其实在中国我弄不清楚，很多人就是在那边考试，他并没有真心的就是把这个语言当成一回事，真的就是让大家专注于就是真实的事实中的去交流，而且在生活去应用。所以中国人虽然很多人我也看到很多人拿着各种证了啊，但事实中很多的英语的语言能力其实是极差的。我说的是一个实话，一个真实的状况哈。我接触过日本人，那西方就不要说了，西方它本来就他们的母语嘛，本来就说英语的嘛。那我说的是亚洲这些国家的人，我接触过日本也好啊，然后这个韩国呢，是吧？还有这个越南，还有东南亚、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国家的人，他们英语都很好。我跟你说的是真实的情况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印度就更不要说了，因为印度以前的话，被那个英国殖民地的期间，他都早就已经能够讲英语，讲得很流利了。像缅甸也是一样的，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个人感觉大陆可能英语是算是很差的一个地区了啊。这一点的话，中国人一定要加油。要尽量记住，只要已经变成了国际通行的语言的时候，你一定要掌握它，这样你才有办法就是去扩展你的见识啊，你才有机会去跟世界上更多的人来交流啊。语言非常的重要。越南这边的话，气候相对来讲比较热啊，是属于亚热带地区，同时也经常雨来一下，然后就有时候白天停，然后晚上或者下午的时候。啪啪啪来一阵雨，然后的话一会又晴了啊，就这样。然后它的季节有点类似于像两季分明一样，雨季的时候就下雨，然后那个旱季的时候呢，就有一段时间比较旱哈。它是这样一种随时就像一种季风一样，随时的话那就来一阵雨，然后一会又晴了，然后一会又来啊，就经常的话就是。有的晚上下雨，然后白天晴哈，或者下午开始下雨，然后一会又晴了啊。所以你看到很多那个东南亚这边的很多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的房子有的上面是木质的结构很多啊，上面底下的话就这个支脚支起来，就像吊脚楼一样，脚支起来，然后上面的话就铺木板哈，然后就住在上面，或者有的时候就一楼。在很多的建筑物很多是木质的，然后的话它会中间特别泰国哈
那个老挝这些地方都是如此哈，东南亚基本上都这样的，很多国家都这样的建筑风格。这个上面是木板的，然后底下留一个间隔啊，留一个间隔，这样的话可以防水嘛，然后它是利通风嘛，风这样你家里面就不会显得太潮湿吧，就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哈，有的时候。而且在特别你接近到一些佛教一些国家哈，像那个老挝啦哈泰国呀这些地方哈，那个缅甸等等，它有的地方路上还有很多这个供人家休闲的地方，或候车的地方，或者说有的就是专门休息的地方，建一个就像小凉亭那样的，你可以随时在上面休息。在越南的话，出行主要是以摩托车为主哈，我都基本上一个摩托车大国，你开着一辆摩托车那可以到处走啊。其实包括外国人，你到了越南的话，你买辆摩托车，你骑基本上也不管，你卖给你车行会顺便就把这个行驶证啊，这驾驶证就不是行驶证，就是相当于说证明这辆车的归属人是你嘛，是吧？一起给你，然后基本上我在越南，因为我也曾经买过一辆摩托车，二手的花了1300多元人民币，然后买了一辆雅马哈的摩托车，动力也很足，很不错，质量很好。然后我一路开，基本上的话他不会去管你这个啊，其他地方会管，其他地方的话像有的老挝呀、泰国啊，可能有的地方会管你，但在越南那边，摩托车很自由的，就是你花了钱，你可以到处跑。哈，就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很方便。出行的时候还有一辆摩托车，有的甚至跨整个国线一路上走都可以的。在越南的状况是如此。那在政治上的话，大家现在看到网上有很多说越南慢慢也开始要向西方学习啦，准备要开放直选了啊，要慢慢建立相对的民主的这个过渡啊。其实呢，你就是真实在越南这边生活吧，就是我个人感受哈，现在目前因为越南它还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口号也没有变，国体也没有变。你在网上现在说这个开始会竞选，就是议员吧，然后它也开始采用西方的一种议员的这样的方式哈直选，但是大家弄清楚，就是其实在越南里面你要直选的话，首先它还是一党专政的，你要弄清楚，一党专政你就必须要首先要是不是叫越南共产党我不知道哈，应该是叫越南共产党吧，是吧？那首先你成为党员，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就跟中国一模一样的东西，很多东西它是可以操控的嘛，可以掌控的嘛，对不对？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说要民主，我们只能说观察吧。但是越南现在目前的话，就是整个国家肯定它是希望在这个时候，它需要在经济上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很像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那样，它需要融入到国际的环境里面才能发展经济嘛，是吧？所以的话，这姿态是比较开放，我们也希望它慢慢就是真的往这个民主的国家的方向，真的是真正意义上实现改革哈包括我也看到现在什么取消户籍制度等等啊，我们希望他们向好，同时他也是在慢慢的向国际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慢慢有一点点不想就是完全就是按共产主义国家那样控制的那么严密了，是吧？那我个人感受哈，我到越南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并没有像宣传想象的那个样子那么完美啊，因为你真正走到路上的时候，你开车，你亲自你不要跑到旅游区，很多国家你到旅游区跟生活一小段时间或者感受的是不一样的。你到越南，你现在还看到这个我们以前那个广播看到没有？以前中国早期的时候不是有广播嘛，联播新闻联播，越南现在还有。你走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一个声音，喇叭每天都会准时的联播。每一个沿的道路啊、村啊，还有那种联播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很多社区那个宣传政治的宣传标语、宣传广告，基本上也是，甚至那个形象啊，跟早期的那个中国那个
很多年前那形象宣传还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只是说越南的话，总体上如果它能够有这种姿态，而且我们也希望它就是朝着越来越民主的方向走吧。而且你去租房子的话非常困难，而且很警惕，知道吗？而且很警惕，房东本来他想租给你，但是他并不一定他有这个勇气敢租给你，因为有很多的秘密的人员啊，我不知道是特工还是国保的，反正类似这样的，他基本上他不敢去，房东不敢去租给你。我个人感觉在越南租房子很困难啊。那当然，如果在越南长期生活的，也许是没找我方法不对还怎么样，反正我问了多处。跑了好多地方，就是基本上租房子是很难的。本来说了好好的，一说是外国的，不敢租了，就这个样子啊。这是越南，另外一个在东南亚国家，如果你到了东南亚这里，要记住就是稍微注意一下，因为东南亚国家这里是有很多毒品的，在越南这里很多人会有吸毒的状况，至少他拿到毒品是比较简单的啊，虽然。反正在越南的话，我不知道有的那个水烟吧，水烟里面是否带毒呢？是否带有其他的这种毒品之类的东西呢？反正早期我曾经接触过一些人，也有人吸毒的，也很多，甚至在街边那些晚上啊的夜间，他基本上也用不着那么去管制，还是怎么回事？好像也管制不了，还是怎么回事？因为东南亚这个国家就吸毒的本身就比较多，可能他。要拿到毒品的源头资源啊，也相对也比较简单一点吧。在越南这边吸食毒品的人非常多，像这种水烟呢，好像是那叫什么罂粟花吗？那种原来叫大麻，还是有的是喝水烟，反正我刚才在桥上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流浪汉，然后过来请我抽烟，因为陌生人，我抽烟还是有点不太放心。但是我下来的话，他就说请我喝一杯，但是最终的话我付费，我知道。但是我看阿姨还有这边刚才有一个本地的一个年轻人，他意思就提醒我，你到了晚上的时候。不要留在这个郊区这边，因为瘾君子可能会很多呢，可能会一些行为会失控啊，甚至有的时候个人的财产有可能会不安全。所以如果有在一些这种状况的话，好像越南这边吸食毒品的人，他到底是不是毒品呢？但是反正我街头看到好像这种，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毒品，然后。但是那种水烟啊，那种的抽大烟的非常多，好像这里不知道吸食毒品好像是也无法控制，还是说，有些合法化，还有也基本上没什么人管。那我看他的建议就是，反正你晚上一到夜间尽量少到郊区一点的地方吧，要不然的话，有可能东西会被抢等等之类的事情。所以还是要注意一点。我现在准备就回去了，然后夜间的话就尽量不要就是直接出到外面来这样的，特别有的地方像，如果要是毒品要是很泛滥的地方的话，比较有可能有安全的问题需要去考虑，特别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原来早期大家都知道，像金三角那一带都是专门制造毒品的地方，是吧？那这里我感觉我刚才看到那个我去那个农场的时候，那几个人也都在抽烟，好像他们好像抽了，不是说我们普通的烟，抽了以后有一种非常享受的那种感觉，然后抽完以后那个声音发出咕咕咕的声音，就是那个大烟筒发出咕咕咕的声音，然后吐出来的时候好像非常享受那种感觉，有可能那里面应该是有一点点毒品的成分，但是这里的话可能相对来讲毒品之类的比较容易获取吧，应该是比较容易获取的地方，然后要注意的话，有可能有这个情况的话，大家如果有在东南亚旅行，有的一些地方你看到那个毒品相对比较泛滥的地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因为在郊区的话，夜间或者说怎么样的话，
然后碰到一些瘾君子，像这抢东西的情况，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要有点注意。大家也不千万到东南亚自己注意，就是不千万别染上毒染上毒瘾以后的话，就有这个依赖性吧，是吧？那如果能够获得毒品的话，也许生活有毒品可以吸，他人平时也都是一样的，是吧？跟人一样。但是你要是离开东南亚，如果没有毒品，或者在有些地方国家严禁限制毒品的地方，那你就这个习惯又戒不掉，就很糟糕了，而且确实对人影响很大。吸毒人会做出很多很激情的东西，很疯狂的举动，有的时候，所以一定要注意在东南亚不要染上毒这一点。还有一点，作为中国，我稍微跟大家讲一讲，因为现在中国很多人还到东南亚这边呢，就是来找新娘有的有跑到越南了老挝了缅甸了等等这些靠近中国的这些国家，有的过来找新娘。对这个跨国的新娘的事情，我也想稍微聊几句吧。大家可以看看我后续我马上会发布，就是刚刚好我接触到就是我个人接触过2例但是其中一例我就那时候坐下来就刚好因为有空嘛，在等车嘛，所以就晚上夜间半夜的时候聊了1、2集，我接下来马上会发布在网上，大家参考一下。就是在现代这个社会，你哪怕想要跨国婚姻去找老婆或者找之类的那记住不要抱着这种花了钱去，就像以前一样，我去挑一个或者买一个新娘，不是的，这个时代已经变了，不要被人家骗了不要被骗了而且我告诉你，如果从整个生活品质来讲，个人的生活品质，我们先别说拿到的虚钱，中国有的时候钱因为货币兑换在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多年，确实感觉就是你拿出现金来，东南亚很多国家还是感觉特别，当然越往接近，比如说像新加坡、马来呀，或者那些国家，相对来讲就经济来讲就泰国经济相对比较好一点，就没有那种感受，因为它本身经济也还不错。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像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像这个有的缅甸越南老挝等等嘛，可能人家还感觉中国还是有一点点有点有钱那种感觉吧。但是在这里面的话，如果你是抱着这种花钱去买一段婚姻的话，可能就是基本上是一个陷阱，或者说你得不到什么真正幸福的东西，也不可能长久。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变了，没人愿意当成一个物品一样。如果是的话，愿意被当物品卖回去，基本上也就不可能长久了，可能里面就是一个坑了里面就是一个坑。你把辛苦借了钱，然后扔进去，然后没多久人跑财务两空然后到处很悲剧很悲剧这个时候哪怕你可以跨国婚姻，你可以自己去正常的谈恋爱，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交流去结识人 OK 的，但是不要纯粹到像以前那样子。而且现在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按这样发展下去，按这样习猪头这样的胡作非为下去，可能在未来1到20年内，可能中国会迅速的贫困下去。因为现在整个在中国的制造业的工厂都撤光都往东南亚跑，那你中国都已经很多人都失业了嘛，那制造业都跑了，没有就业机会了。然后你中国的在黄金时期，本来呢最有钱的时候应该要往创造性的方向走，但中国并没有，其实很多还是停留在手工业这一块，所以中国现在目前就这个样子那而且如果从生活品质来讲，发自真心的来讲，就是东南亚，他金额他可能很感觉手头比较没钱，但是他们的生活品质是超越中国的。哪怕在中国号称就是在经济什么 GDP 排名世界第2的时候，其实生活品质其实是比东南亚要差得多。这我说的是真实的。你到这里面，你吃饭吃肉都是新鲜的，都真实的肉，而且含量很多，就是各种蛋肉各种制品吧，农产品水果。他们很丰富的，我告诉你，在饮食方面或者生活很休闲对大家轻轻松松过日子，不像中国那样工作10多个小时，
没有这么过的，而且人家很多东南亚的国家的这些人刚刚开始还真有哎呦中国怎么样，但是到了中国瞬间就适应不了，因为前人类没有像中国那样工作需要10多个小时的，人类都很难找到这样的物种哈，所以一定要面对这个现实。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寻找你自己的爱情也好，去寻找你婚姻也好，不要抱着拿着钱去买人家，不可能的，在这个时代，那只是坑，那等待着你家破人亡的坑啊。然后你嫁回去，很多人手中根本家里也没有钱，甚至钱是借来的，然后把人家娶回家以后，然后那个你的买过来的那段婚姻，那个妻子也好啊，有的贫困本来想摆脱也贫困，发现他在还债，在还你借的高利贷，然后你把他娶回去一起来还这个债，这简直噩梦，人很快就这样的婚姻很快就结束，就这么简单，大家要弄清楚这一点啊。还有到了海外，特别到了一些东南亚一些国家，要稍微注意啊，就是要防止，记住有的地方也许会抢劫吧，或者之类的啊，就有的各种情况都有，特别有的要会吸毒啊或者之类的啊，有的没有钱啊之类的，反正要安全。另外一个在华人还有一个文化，就人坑人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你在做生意感觉不错，有的人就熟门熟路的就你做的不错的，直接就抢你了啊，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啊，特别华人都是这个样子的。还有一个我印象中好像还有在老挝还有一些人专门就是欺骗中国电信诈骗的啊，都留在这。有的时候你要记住，在海外的话，千万不要看到人家哎呦就吹牛，跟你说我这个权力通天啊，这个东西啊，这个市政府有什么关系，那个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这个人在你跳进去的，在社会对。东南亚可能也是很腐败，也有，应该也是确实也是需要各种关系，但是更多的一方面就是符合中国人不是走关系吗 ？OK， 我知道他对中国人研究的非常之透，而且这些很多罪犯本身就是从中国人过来的，有的人他就专门研究，就是欺骗你中国人用的，知道吗？哪怕有时候你被抢，甚至有的你在那边做生意，有时候你被抢或者直接被杀了也有哈，这个情况的话，有的时候虽然是本地人在做这个事，但是说不定是那个华人知根知底的华人在背后掌握了，让人家来动手而已啊。这个情况一定要注意哈，在特别中国人哈，他有的时候他诈骗就是冲着中国人来的。说实在的，你中国人是网络封锁的，是全人类这个唯一的网络封锁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你在那边那在中国大喊大叫小粉红，那世界上人家都是开放的，人家这新闻是自由的，新闻是没有东南亚也不是很自由啊，有很多国家不是很自由，但是他获取信息的渠道是自由的，懂了没有？他可以获得，他虽然我说话可能有的地方还是会惹上麻烦了，是吧？但是他获取信息，他虽然不敢说，但是获取信息的能力他是自由的，他可以放上 Facebook、Twitter 这些谷歌，这所有的东西他通通都能上，所以他你要想这个来靠这种诈骗是比较不可能，但是知根知底人知道中国人是靠忽悠的，他研究了一套专门就是榨取中国人的，你刚跳出来，一下子被骗光了财产或者被抢劫等等。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那反正要保护自己，而且另外一点呢，我谈到只是稍微就是大家要注意这一点，但是大部分基本上本地的居民人都很友善哈。我提到只是要提防，就是大家要做这个心里要预防这个事情的发生，也不要去吸毒哈，也不要被坑了被骗了，这个事情的话非常重要啊。然后另外一个还是再说一下，本地的普通的老百姓居民人都很友善，一样的跟中国人一样。中国人我们有时候批评共产党的制度之类的事情，我也没有对中国人有任何恶意啊，只是希望这个国家未来越走越好。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再讲一下关于越南的话，就是跟中国有的一部分像类似于这个领土纷争之类的事情吧。
那因为历史的原因吧，原来早期法治时代，然后在这个移交过程中，有一些留下一些争议的东西，的地段哈，就是南海有什么？我们中国叫南沙群岛还是哪里？西沙群岛那一块有争议的地方，然后现在目前有时候，跟中国经常会有一些，闹矛盾争议哈，然后有的时候政治家当然为了政治的需要，经常也会挑动这个东西，然后导致一些挑起一些小事端吧，好像是2014年是吧？还有不是说越南这个，因为南沙群岛的问题吧，然后有的工厂就是说纵火之类的。虽然的话就是既有政府的挑动，而且也有人趁机这个捞一把这样的心态，这个各种原因造就的哈。整体上是 OK 的，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但是你要记住，就是有的时候你跟国家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没有说哪一个国家的所展现出来姿态就是正确的，就是 OK 就是对的。但是你希望大家能够到了离开了中国以后，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尝试着倾听不同的声音。在中国，你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觉得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国家，他有新的宣传，他也觉得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如果一旦开始知道，其实民众是可以被操纵的，新闻媒体、传媒之类，它是可以影响到人的思想的话，那么大家能够更加理性一点，能够以一种更加多倾听不同的声音，然后来理解，然后来寻找历史的渊源，可能对你的个人认知会有很大的提高。那这一集的话，关于越南的事情的话，我基本上就先讲到这吧哈，然后希望大家走出来顺利啊。这一次讲东南亚，越南作为第一个国家，我也先讲。另外一个还是一样的，越南在文化、在宗教各方面比较接近中国人啊，也继承了很多中国人很勤奋、很努力的这个习惯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它同时也继承了有一部分的商儒教的基因、文化基因，所以它也是其实在领土上还是很会扩张的哈。所以越南的历史领土也是很有扩张性的，而且也不容易被屈服，特别是你看到原来所谓的胶州，你看看那几个省，广东、广西、越南当时叫做胶州，这3个地方的话很值得研究。到时候我有时间我会再讲一讲关于这地带呢是比较彪悍的一个地方。你看广西、广东，还有客家、福建那些人的话，有的时候他们是不太害怕这种暴政之类的，不太害怕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说像香港，有的时候不要仅仅只是我知道媒体很重要，也很容易引起关注，但还有一点记住，要改变命运，一定要国内的人一起来联合的行动啊，这样才能真正的从本质上改变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架构，然后香港才有办法完整意义上的不受威胁的真正意义上的自治也好，或者将来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大家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自己的未来的走向啊，这个机会才有可能实现。今天的视频就先讲到这吧，我们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讲老挝这个国家啊，记住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希望帮忙点个赞啊，然后如果觉得视频不错，订阅支持一下啊，谢谢大家。